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第25小时，我是乐瑶。转眼我们又来到了7月底了，2026年竟然已经过了一半多了。今天傍晚我去珠江边散步，江风吹过来很舒服，我偶遇了一棵特别漂亮的花树，它整棵树都是那种特别浓郁的黄色。那一刻的天空是很舒服的蓝调时刻，路灯又是暖黄色的，那个蓝色和黄色撞在一起，你就觉得特别像那种画展里的油画，天空就是那个巨大的画框。那一刻我在想，上一次晚上这么认真的观察一棵树是什么时候呢？好像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了。小时候爷爷奶奶家里种了很多的果树，我总是白天在树下乘凉，晚上抬头看着大树和星星在一起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，好像长大之后我们那个时间就过得越来越快了，我们也越来越忙了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夏天吃的第一根冰棍儿，在宿舍午睡的时候，那个窗边的知了声特别的大声。放学的时候看到漫天的晚霞，这些回忆呢，都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停留很久很久。但是长大以后，我们的感知好像就变得模糊了，很少再有那种很强烈的体验。幸福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主观的事情，可能追求自我成长的你会从探索当中得到幸福，喜欢体验的我可能会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收获很强烈的幸福感。对于微小幸福的感知能力，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要拥有的。这让我想起今年很火的一个概念，叫做人类丰容。什么是丰容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让环境丰富起来。这个概念最早是拿来形容动物的。饲养员会给圈养的动物它们去准备一些玩具，把它们的食物藏起来，避免它们的生活因为过得比较单调而变得麻木。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词用在自己的身上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同一种感受，好像我们也被困在了某一套标准化的框架里面。我们人类是非常需要新鲜感和好奇心的，很需要主动给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体验，去找回一些生活的感知能力。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人类自己的丰容计划。那我们这期就来聊一聊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微小又具体的瞬间里面，把我们自己内心的秩序感一点一点的找回来。最近我在看一本书，它的书名还挺有意思的，叫做不要担心2小时后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。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，比如说以前我会特别担心2个小时以后的会议会不会延迟，8公里外的那家要排队的餐厅今晚能不能够拿得到号。我发现每次我们提前为这些事情开始担心的时候，整个人就会很容易焦虑，在很多小事情上也会比较敏感。但其实我们担心的很多事情80%最后都没有发生，反倒是偷走了我们当下很多平静的时刻。我记得那天我刷到一个颁奖典礼，魏如萱在台上说，不管有没有得奖，等下回家都是要卸妆、刷牙、洗澡、洗脸的。所以我们要继续热爱生活，继续喜欢唱歌，继续创作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因为奖项和颁奖典礼其实就是一个晚上，但是作品是一辈子的。你不知道你的歌会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陪伴不止一个晚上，而是很多很多年。我当下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还觉得挺感动的，因为我自己今年开始做播客嘛，我就想到我刚刚发第1期的时候，第1个小时其实只有3个订阅，还全都是我自己的朋友。当时我开始剪辑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录了4期节目了，还没有剪辑。其实选题、录制、剪辑、写文案都是需要时间的。你说我当时我想立刻上6期吗？我当然想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我焦虑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记得之前我刷到谢圣子的一句话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人是不需要马上很自信的，也不需要马上很强大，你只需要把手上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好，你的焦虑就会减少很多。前段时间我跟一个人生教练聊天，他跟我说，其实我们人一天你能够完成3件事情就已经很厉害了。
当下我就觉得特别受启发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，我跟爷爷奶奶他们一起住在农村里面嘛，他们每天其实就主要做2件事情，一件是忙农活，一件是回来吃饭，偶尔呢会夹带一些揍我的任务，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河里面玩。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就是每个季节地里面要种的东西不一样，比如说春天的时候不是有句老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吗？春天呢就是爷爷奶奶他们最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地里会种什么呢？会种一些花生、播种，还有西红柿、黄瓜这些蔬菜的一些秧苗。广西的那个春天是来得很早的，2月份的气温一回升，爷爷奶奶他们就扛着锄头下地了。那种地呢，肯定有个铁律，你没有办法让它马上结果，你得耐心的浇水、施肥，然后就是等待。它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结果，它是有自己的节奏的。这让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段话，他说的是我们可以像农民一样思考，像培育种子一样培育自己。不要冲着庄稼吼叫，碰到问题就跳过情绪，直面事实。不要轻易放弃自己之前的努力，为庄稼选择最合适的土壤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和能够托举自己的环境，为庄稼清除杂草，远离那些有毒的环境和消耗自己的事情。你没有办法控制旱季和雨季的到来，只能够提前准备，不要为不确定的未来内耗和焦虑。你能做的只有未雨绸缪，做好当下。让我想到一句话，土地是不会骗人的，庄稼在生长，你也在生长。其实人生就是一场耕种的过程。爷爷奶奶他们1年4季播种收成，他们从来不会去责怪庄稼长得太慢了，也不会急着去收成，只是一如既往的天不亮，他们就扛着锄头出门了，认真的松土、播种、浇水、除草、解决虫害，1年又1年的靠着这些土地养活了一大家子人。实践之书里面有句话说，年轻人，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，而非焦虑时光。你做3、4月的事情，在8、9月自有答案。其实我们当下能够控制的事情，真的就是今天1日3餐吃什么，要完成哪些工作，回到家之后好好的洗漱放松。我最近跟一个朋友吃饭，他跟我说最近一直在尝试用正念的方法去做很多事情，比如说正念吃饭、呼吸、刷牙、洗澡，就是当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只做这一件事，不去想别的东西。这让我想到禅宗说的那句话，劈柴的时候劈柴，挑水的时候挑水。如果你在挑水的时候想着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想着劈柴，那你永远都会痛苦。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洗澡、刷牙、走路的时候听歌的人。今年我受这个朋友的启发，我也开始去练习早晚的这个正念刷牙。以前早上因为很着急出门嘛，所以刷牙也是比较快的，从来没有认真的感受过那个刷牙的过程。挤出牙膏变成泡沫，它在我们嘴巴里面的感觉是刺激的还是温和的？这个牙膏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？用的美白牙膏有没有真的让我的牙齿变白了呢？这些细节我真的从来都没有留意过。现在我把这个当成早晚的一个仪式感的锚点之后，你会把注意力从外部收回来，开始放到自己身上。每次认真的刷完牙，我就知道我美好的一天要开始或者结束了，也变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仪式感。现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刚好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下午，不知道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呢？我刚刚从阳台给我的植物浇完水走过来。广州最近总是天天都在下雨，但是今天的阳光非常好，风吹在身上也很舒服。因为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早，所以今天早上呢5点半我就起来了，正好就看到了特别美的日出，所以我今天一整天心情都特别的好。这让我想起去年有段时间我那个睡眠真的太差了，生物钟是那种到半夜2、3点才能睡着的程度。我发现前一天晚上如果没有睡好，第二天整个人是很容易烦躁、很容易焦虑的。
以前我以为睡觉可能就是关机休息嘛，后来呢，我看了一本书叫做《我们为什么要睡觉》，它里面说睡眠其实是我们大脑的深度维护时间。在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，大脑会把白天积累的负面的情绪、焦虑和压力帮我们清理掉一部分。后面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跟我的朋友下定决心一定要调整睡眠。那段时间因为睡得比较早，我们每天早上6点甚至5点多就自然醒了。如果你是一个起得早的朋友，你一定深有体会。当你的身体状态特别好的时候，你看待那个生活的那些小事啊、细节的那个眼光就会变得敏锐很多。有一天我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，你看哈，我最近试着6点多出门，每天到江边散散步，看到那个江面是波光粼粼的，然后慢慢的散步去买不同的早餐，今天吃包子，明天吃玉米饼、茶叶蛋、面包，手机里面也开始多了很多记录美好的照片，突然就觉得生活变得很鲜活，哪怕是在江边发呆都觉得特别的治愈。那一刻我看着朋友发来的图片和文字，好像我也看到了那个波光粼粼的江面，我也感受到它那种鲜活的幸福感。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哈，原来我们幸福的秘密源头是先睡个好觉。在中医的说法里面，睡觉是第一大补，那就祝听到这里的朋友今晚睡个好觉。我今天也会有一个感受是，我们的感知能力好像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减弱。小时候一片好看的晚霞，路边新开的一朵喇叭花，都能够让我们开心很久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好像那种特别强烈的、特别惊喜的那种感觉就很少有了。我看到有个说法说，人类每天大概会遗忘70%的精力，所以很多感受和美好真的是转瞬即逝的。如果我们可以在感受到的当下马上就记录下来，在未来某一天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幸福2次。此刻呢，我正站在家里飘窗的位置去看外面飘过的云。大家肯定都看过宫崎骏的动画，对不对？此刻广州的云就是那样特别大的一朵。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拍云的人，我家有一幅画框，里面是我从各个城市里面拍下的那种云的照片，大概有60多张，从黎明、日出、白天到最后一张夕阳的晚霞。我专门买了一本书叫做《云彩收集手册》，每次拍到一种新的云，我就特别的开心。最近这几年到广州之后，我很少去那种很远的地方旅行了，所以去年我跟我的朋友们说，如果大家出门旅行，欢迎大家在不同的城市拍新的云给我，就当做礼物送给我了，我就很开心。所以当你频繁的去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的美好或者小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特别容易开心的。这份开心呢，你又会通过分享的方式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也会很开心。我记得有一年我看了一场很漂亮的烟花，我很开心的拍下了很多视频发在抖音上，文案是烟花永远都这么浪漫。下面有个陌生的网友评论说，浪漫的哪里是烟花呢？浪漫的那个人明明就是你啊。哇，我当时觉得很感动。我想起钱钟书说过一段话，他说，你洗了一个澡，你觉得很美好，你看到一朵花的盛开，你觉得很美好，你吃了一顿饭，你觉得很美好，你看到的并非全都是因为澡洗得干净，花开得好，或者菜合你的胃口，而是你心无挂碍。美好的是生活吗？不，美好的自始至终都是你自己。所以很多事情你真的很用心的去感受的时候，它们都会成为我们增加幸福感的一个坐标。我们开心的坐标越多，我们整个人的能量也会越高，它也会慢慢的去改变我们感受和感知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。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微幸福，就是通过微小的事物去激发我们大脑的奖励回路。当你频繁的去体验一些开心的事情、美好的事情，它是真的能够刺激我们多巴胺的分泌的。很多时候我觉得，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幸福的高光时刻，我们的生活也会更有弹性。
比如说今天你坐地铁上班，明天可以试着坐公交，后天可以选择在公司附近的1公里下车，然后步行去上班。这一路你就可以给自己创造出很多新的微小的高光的时刻。比如说你做完饭的时候可以稍微把它摆盘一下，你就会觉得心情特别好，你会很想要给你做完的这个菜拍个照。你拍完照之后呢，又分享给朋友，通过分享呢，又获得了一份和朋友分享的心情。这样呢，你就会不断的去叠加一些记忆当中的闪光点，让我们的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闪光的碎片。记录生活，其实最大的那个观众是我们自己。有个电影叫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，里面有个意大利的老妇人，她会为在集市上买到新鲜的罗勒叶而哼起小调。他们会把切番茄的时候流出的那个汁水当作红宝石去欣赏。所以当我们因为夏天吃到的第一口西瓜、第一口冰棍而感受到那个清甜开心的眯起眼睛的时候，当我们晾晒完衣服收下来闻到太阳和洗衣液的清香，停下来多闻一下的那个瞬间，当我们走在森林当中无意间抬头看到斑驳的阳光的时候，就是在给自己创造很多微幸福的瞬间。那些被我们好好读过的书，好好吃过的饭，每一次看到的日出日落，闻到的很好闻的味道，它都会在未来某一天，当我们在想到那个时刻的时候，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。大量的频繁的记录自己，除了美好的时刻之外，我们那些情绪低落的累积了很多想法的时刻也很需要被记录下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？很多时候我们心情莫名的不好，但是呢，暂时我还表达不出来，那个感觉就像一团线一样理不清楚。去年我做人生教练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写日记。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受害者的视角切换到观察者的视角。比如说今天你很生气，你就在本子上面写今天我很生气，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要问下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会生气呢？是什么事情触发了我的情绪？此刻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我才会好一些呢？就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慢慢抽丝剥茧，你会发现问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真正生气的那个原因往往是一个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答案。我们记录下的内容，它会很诚实的去呈现我们的脆弱、焦虑、进步、开心、难过。翻看以前的记录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你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你也会更加的了解自己。比如说去年我一直在记录自己的情绪日记嘛，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每次有情绪的时候，其实都是有共同点的。这个点还真的挺神奇的。因为以前你不会刻意的去总结自己为什么开心，为什么难过，当你记录之后，你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想法比较多、情绪比较丰富的朋友，你也可以试着写一写日记。去年不是特别流行一个词叫做避衬吗？其实我们表达出来的文字语言都是有力量的。然后前2年就特别流行说，不要说笑死了，我们要说笑发财了。不要说我不行，要说我可以。我想起来我之前刚来广州那段时间，冬天的时候我一上秤，我一看突然胖了20斤，给我吓一跳。你知道在冬天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比较厚的吗？不称体重真的完全看不出来自己胖了，而且胖了20斤，我的天哪。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瘦下来。后来呢，我就开始了为期2年的运动和健康饮食的计划。每天运动完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照镜子跟自己说，哇塞，你太牛了，今天又运动了2个小时，你一定会瘦的。我发现当你活在那种积极的语言体系里面的时候，人的内耗是真的会变少的，而且你也会更加的放松，你的生活的幸福感也会更强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对于自己每天都是夸夸模式，运动之后瘦了20多斤，而且运动完会产生多巴胺嘛，有时候甚至会运动完特别开心，哐哐哐又把家里很多的家务给做了。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家里做了一件特别治愈的事情，我把家里好多好多的那些闲置的物品，甚至连家里特别大的茶几啊、电视柜啊，全部都给断舍离了。
你们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？当最后别人把东西搬走的时候，整个客厅就会空出一大片干干净净的那个地板的那一瞬间，我当时就盘坐在那个地板上，我觉得哇，太舒服了。每次定期断舍离的时候，我发现内心都会收获很大的满足感，很大的平静。当你把不必要的那些物品清理出去，我发现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心理空间的一次大扫除。就像我以前真的有个习惯，就是特别喜欢攒东西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哈？比如说我们买东西或者收礼物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很漂亮的纸品袋呀、纸袋呀，我就会把它折好，然后放在柜子里面，心里就想着，哎，先留着吧，万一哪天我要装个礼物啥的呢？然后呢，他们就在我的柜子里面躺了一年又一年，其实我从来都不会用得到那么多。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小时候会买很多很多那种新的作业本，有些太新了，根本就舍不得用。你会发现现在再拿出来的时候，它已经泛黄了，你也早已经不需要再写作业了。当你真的开始清理，你会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比我们拥有的要少得多。我们定期的去清理自己的空间，保持断舍离的状态。当你看到家里很整洁很干净的时候，你的心情也会特别特别的好。这几年我搬了很多次家，但每一次我都会把家里面尽量布置得很舒服，总会有一个角落是我每次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去的地方。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恢复角落，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感觉到安全、放松和平静的地方。它可以是你家里的一个角落，你可以在这个角落上布置你喜欢的香薰蜡烛、台灯、书等等。它也可以是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。比如说我除了家里，我的恢复角落就是公园。我之前上班的那个地方楼下它就是一个公园，基本上每个中午我都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公园里面散散步、发呆，然后找个草坪躺下。抬头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蓝天白云，还有很多的树和小鸟。那个风一吹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树叶它就会发出那种海浪的声音，哇，你就觉得整个人都被治愈了。所以我也很鼓励你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你的恢复的角落。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，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恢复角落，去给自己充一充电。沃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当中也写到说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，一个可以自由思考、创作和恢复的地方。我发现人只要待在自己感觉到舒服的地方，整个人的状态、心情都特别特别的好。你也会发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能量。我最近看到这样一段话，他说每次去一个新的地方，我总喜欢去那里的顶尖大学去逛一逛，比如说厦门的厦大、武汉的武大，还有北京的北大、清华。走在校园里面，看到那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生，感受到学校的美景和人文的历史底蕴，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特别的受鼓舞，好像自己的能量都变高了，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、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也都变得柳暗花明了。看到这段话，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美好。我已经大学毕业很多年了嘛，然后前段时间我去中山大学去参加2个朋友的毕业典礼，我印象很深刻。那天我看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大学生，他们很多人的学士帽都布置得非常的漂亮，有些上面都是花，有一些是古代的那种头簪，还有很多的家长围在外圈看自己的孩子毕业典礼，手上拿着不同的鲜花，老师们开始轮流的发言。那一刻我感觉我只是身处其中，就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的能量。在《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》这本书里面，他也写到，我们可以多去那些能够滋养你的地方，它会让你感受到内心很多的平静，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。每当生活的重压让你喘不过气，或者是内心的烦躁到无法安宁的时候，只要踏进这片区域，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安详。那个让你感受到舒适和放松的地方，它可以是一家小店、一个角落，或者是一个房间。我们每个人对于滋养自己的环境的定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，
有些人需要到大自然当中，需要风景，有些人需要的是浓浓的烟火气。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能够让你收获到真正的滋养，让你感受到那种平静的力量。关于我们内心的滋养，我还看到过一句话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把自己的内心想象成一个花园去打理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进入到一个空旷的花园的时候，可能你会非常期待有一个管家，一个你爱的人来帮你照料这个花园，但你发现花园门口总是有人来回的徘徊，有人浇了一次水他就离开了，所以你的花园呢开始变得杂乱，没有秩序，没有生命力，你很沮丧。后来你关上了那个给所有人开放的花园的门，自己拿起锄头，拿起需要施肥的土，去研究不同的花。你发现有些植物它是喜欢阳光的，有些喜欢喝水，有些喜欢定期的施肥。于是你耐心的除草、施肥、松土，一天又一天，你慢慢的照顾它们。某一天你会发现，花园里面的花因为你的耐心的照顾，它们开始变得郁郁葱葱。左边是蓝色的绣球花，这边是粉色的月季，那边是红色的玫瑰，白色的桔梗、茉莉、雏菊、龟背竹、仙人掌、多肉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在意过有没有人进入到这座花园里面了。很神奇的是，当你专心的打造这座花园的时候，那个真正欣赏这座花园的人，他自然而然就会停下脚步，你也会因此遇到跟你一样欣赏这座花园的人。我前两天买了一袋橘子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心态，我给它取名橘子心态。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想吃橘子的时候，你就只会想到你想吃这个橘子，你根本不会想着隔壁筐里的苹果此刻没有被别人买走，它应该怎么办呢？因为苹果只需要等待一个爱吃苹果的人，橘子也只需要一个等待爱吃橘子的人。苹果不是唯一的水果，拥有苹果的时候，我们只在乎苹果，所以我们吹风的时候幸福，吃饭的时候幸福，看白云幸福，看落日幸福，吃橘子也幸福。B 站有个 Links 和李现的一个雪山的纪录片，结尾的时候他们说，人生有那么多事情，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呢？我觉得作为人类，我们是需要有流动的感知幸福的能力的。人生没有意义，你的人生只对你自己有意义。或许现在我们仍然还是没有长成一个很厉害、很成熟的大人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仍然会为下班路上的彩虹、晚霞、日落而停留，会被某一天家里飘出的饭菜香，会觉得生活很幸福。会因为一句歌词感动，会为去过电影院看过的电影而落泪。你会觉得在某个瞬间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。希望听到这里的朋友，你明天真的可以感受到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，吃饭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大米的香甜，走路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微风迎面吹来的惬意，跟朋友待在一起可以毫无顾忌的大笑，拥抱爱人的时候可以真的感受到对方的温度和心跳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